天2023年11月1号，好，标准时间9点整，晚上时间到了。好啦，那我们接下来邀请我们的讲师雅兰，欢嗨，迎。我现在眼睛是有点张不太开的状态。加油，用嘴开嘴巴就行了。我终于体会什么叫做暗读劳形这种事情。对，人当老师那个27年的那个人生中最大的挑战，就这个礼拜。我现在就很像那个海军陆战队的那个蛙人嘛，他不是最后一周的地狱周嘛？我现在就是告诉自己是地狱周了。好啦，其实这个也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今天的主题是规划设计。好，那规划设计这个名词我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其实我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我就回想到以前念那个师院的时候，就以前念师范学院的时候。那以前我们念师范学院到了大学4年级，然后我们会有一个集中实习，就是毕业之前要去小学任教，那就是会有1个月的时间的集中实习。那我们那1个月，我们就会固定在一个小学里面，然后开始当老师，学习如何当老师。那我们去实习之前呢，其实我以前在当实验生的时候，其实最害怕的一种东西就要完成它。对，那个叫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实习之前一定要写一样东西，叫教案。对，教案就是你的教学方案，就是你必须写。比如说这一节课40分钟国文课，不是国文课啦，国语课。假设是国语课，那国语课的话，你这40分钟你要上什么东西，主题是什么，然后这40分钟的时间分配是什么？那以前之所以怕写教案的原因是，就是这个教案呢，它的要求呢，它要你写的非常的详尽。比如说呢，前面2分钟在干嘛，后面这3分钟在干嘛，也就是你这一节课，你要把第1分钟到最后1分钟写的交代的清清楚楚、干干净净，然后你要把它写好之后，然后去给你要去实习的老师去审阅你的教案。那以前我们那个很多同学是在，因为通常师范学院旁边都会有那个附设小学，就是附属小学。那多数的同学几乎都是到这个附属小学去实习。那附属小学的老师呢，不要说机车啦，就是专业度比较有。对，然后他就会对你的教案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建议。当他有建议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是必须要回去改。那我曾经看过很多同学就是改了很多次，就是一份教案而已，然后就改了很多次，就为了这40分钟改了，改过来改过去改过来，然后就是非常的辛苦这样子。对，那时候，所以那时候以前我们在当实验生的时候，其实尤其是大4的实验生，最害怕的就是写这种东西，写教案。我说教书就教书，为什么写这个呢？对。那后来真正出来当老师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说，嗯，慢慢的，当你在从事实际上教学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你会发现说，写教案这件事情，其实对自己的教学的一个流程、品质，甚至于整个的目标，会让你变得比较清楚。对，也就是说，你这堂课，你希望孩子在这堂课里面学到什么，然后这堂课你要教给他们什么样的东西，那你会有一个蛮清晰的目标，就是你会有一个清晰的目标，然后想办法去达到。当然，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变数存在。对，会有一些可能你在写教案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想到的地方，但是你觉得这边很重要，你可能觉得，我这个地方应该要讲一下或干嘛。那也许，你在执行这40分钟里面呢，可能会有一些是你原本一开始在写教案的时候没有想到的地方。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就会发现，那我既然是这样，那我干嘛写呢？但是写这种东西只是要告诉你说，OK，你的目标在哪里？那我要做哪些事？那有时候脑袋里面想的跟实际执行其实这是2回事，但至少他会告诉你目标是清晰的，方向是正确的，就是往这个方向走就对了。所以后来等真的自己出来当老师之后，然后开始从事实际的教学工作的时候，
那你就会理解说，哎，当初为什么要写教案？当初我干嘛这么怕写教案？对对对，那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师院时期没有认真写教案的关系然后等到出来当童军服务员的时候，这个报应就出现了。对对对，当你在实施团集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我是不是应该要来规划一下我这是团集会的主题跟内容呢？对，好，那各位也知道我的主题，今天的主题其实感觉上来还蛮无趣的啦。为什么？因为这个题目其实如果你有参加过基本训练或甚至于牧商训练，你就会发现这个题目它也是不断在出现的。就像我上个礼拜讲的前进机会一样，前进聚会，对不起，我要修正一下，前进聚会，对，那也就是基训有，牧训有，那同样的团集会设计也是，基训有，牧训有，而且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基训、牧训，它需要的时间都是很长的，它可能需要的都是90分钟，甚至于120分钟。所以有时候你在看牧训、基训的这种课程时间的配比，它这么长，显见的其实，在幼童军活动里面，团集会设计这件事情其实是重要的。那我不知道各位对这个东西的概念跟想法是什么？那我也不知道，贵团就是你们现在实际上运作的团的团集会设计是谁写的，还是你们纯粹就是只是在执行团集会上的东西而已？对，那我个人会比较希望说，如果能够可以的话，那就可以自己的尝试一下，去把这个设计自己能够设计看看。对，然后来设计一次你想要执行的团集会的样貌。当然，今天其实主要是要讲的部分，因为很多的原理原则的部分，其实在基训目性其实已经有不断的提醒大家了。那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好，那我这边的话还是会讲到这些原则，但是我这边会尽量提供一些实际上执行的部分，然后让大家参考一下，然后让大家就是说，哎，下次团集会我也来试试看。那我相信很多团的团集会都会有一些特色，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自己团在执行团集会，那有时候可能我们也没机会去看别人的团在执行团集会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执行的。好，那我今天大概就是说，借由我在带团的这个过程，借由我在设计团体会的这些在过程里面，然后我是提供一些我自己个人的经验，然后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希望借由我的分享呢，可以引起各位一些不一样的想法跟火花。也就是说，各位以后对自己会团的团体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思考跟想法，然后让团体会能够变得较以往与众不同也好，然后有所精进也好。甚至于就是让小狼可以在借由不太一样的团集会设计，可以有另外一种不同的全新的感受都好。那希望今天这节课能够引发大家的一些想法跟讨论，这是我今天的一个目的。好，好，那一般来说，团集会设计来说，在我的眼中认为其实团集会设计它其实就是一盘豪华的飨宴。它其实就是一盘有很多很多种东西的一个综合的一道菜，它很像是桌上的一道，应该算火锅吧。因为我大概知道的就是火锅。为什么是火锅呢？你有没有发现火锅只要食物一直丢进去，然后就满满的哇，很丰富很丰富。但是呢，今天这个火锅呢，它还是有一些属性的嘛。像有些人喜欢吃麻辣的，有些人喜欢吃牛奶的，有些人喜欢吃昆布的，OK，那是各有各。那这个的目的，这个的重点在哪里呢？也就是说，我们在设计团集会的时候，要有所谓的目的性。也就是说，我今天设计这个团集会，我到底是要孩子学到什么东西？就是又回到所谓的教育的这个概念里面。其实，我不知道各位长期听我在讲这边分享东西的时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一直在不断的提醒大家，
幼童军其实就是一种教育方式。我会不断的提醒大家，不是因为我是老师，而是因为这个活动设计它本身就是一种教育的方式。你回到100多年前的贝登堡也是这样告诉你，它其实就是一种教育的方式。这个东西一定不能违背。那我也看过有一些团，就是他可能一天到晚，你就会发现这些团一天到晚都在活动，就是他可能哇，这一次带小狼去参观什么，那一次带小狼去玩什么，啊，这一次带小狼又去哪边体验什么，你就会发现哦，他们团的活动好丰富哦，哇，今天到这边，明天到那边，后天到那边，哇，他们每次怎么都在外面玩来玩去，就玩这些东西哦，看起来很开心呢，哦，家长好像也很喜欢呢，哦，对，其实在我眼中看来，其实我不是说不对，而是说其实这些东西看起来也真的真心不错。然后看起来孩子也在这个里面也享受其中，也没有错。其实我觉得也都 OK，就是其实是属于一个不要说宾主尽欢啦，也就是说服务员也好啊，孩子也好都很快乐，对。但是有时候静下来反思一下，就是 OK，我带孩子去这些活动，去做这么多的尝试，甚至于我去做这么多的全新的体验也好或干嘛，但是有没有想到说，那你去这些地方到底是为了什么？你背后的想法是什么？那借由这些活动，孩子有没有一个就是学习的一个脉络跟轨迹？也就是说，孩子们加入幼童军，你到底要给他们什么？对，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说你今天不断的带他们去参加很多很多的活动，哇，今天参加这个，明天参加那个，哦，看起来很丰富，很丰富，很丰富。但是我们幼童军的进程，也就是我们有没有符合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那你到底有没有按照所谓的幼童军的进程？也就是说，身为一个幼童军，他应该要学会的东西，他必须依循的标准，你有没有按照这样的东西去执行？对，就是你有没有你如果说这些活动真的都有符合这个进程标准，然后都有想尽办法把这些东西融入在你的活动，OK，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没有，那我觉得可能你必须要去思考一下，因为这些活动说的比较直白一点，就算不穿上这件制服，其他的团体也会跟你一样做得到。也就是说，你今天就算不穿上中华民国，你不穿上幼童军制服，基本上这些活动也是可以做得到啊。那请问一下，那你这个团体跟其他团体的区别在哪里？对，其实这是一个回归到一个重点，就是你做的事情跟一般暑期的夏令营或是冬天的冬令营来讲有什么差别？一样都是在外面活动，大家都玩得很开心。但它背后的中心思想到底在哪里？你之所以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这个地方凸显了一个就是团体会设计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我设计一个团体会，我到底依循的标准在哪里？对，那我到底想要他们学到什么样的东西？好，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说我们今天会不断的反思，我们在进行幼童军团集会的时候，如果都会从这个地方反思，那我们对于团集会设计这件事情，就会有就会用比较，不要说严肃，会用一种比较正确的角度来看团集会设计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执行团集会的时候，就不会轻率的去执行，或只是随便想找一个活动，然后搪塞这个礼拜。那剩下的那下次的团结会呢？哦，2个礼拜后再想，就不会变成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从团结会设计这件事情来看哈。那一个团结会设计其实它有很多很多方式的设计，看起来有框架，但其实内容的部分呢，其实还蛮包罗万象。个人认为，其实设计团体会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来说，其实还蛮开心的啦。为什么？因为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材料可以去进行你的团集会，但是呢，你又不会说呃凭空想象，因为你有一个依循的标准。你的依循标准在哪里？
就是幼童军的进程，你可以从那个东西来出发，然后来做你的团集会。那当然之前团集会，我们在上集训跟木训的时候，团集会的设计的话，它会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在里面。其实原则真的不难。好，那我这边大概稍微再提一下，因为这些集训跟木训就提过。也就是说，第一个要有主题，你这个团集会的主题设计是什么？那团集会大概有几种模式啦，一种是属于常规性的团集会。那常规性的团集会呢，它就比较会有一些基本的元素在里面。好，那这个地方呢，我有一些所谓的我自己执行的团集会设计的内容，大家参考一下，好不好？我就直接切入了，就直接这样讲。好，那等我一下。好，我分享一下我自己以前做的团集会的部分。等我一下哦。哎哎，请问一下有看到吗？有有看到哦，有看到哦，好好，谢谢谢谢。好，那现在看到的是好好字体放大一点。右哦，下，哎，对对对，哦，这个对对对，谢谢。哦，OK OK，好好好，哇天啊，好好，这个就是一般我们比较常见的正规的团集会。那一般正规的团集会里面会有一些比较基本的元素哈。第一个元素就是吼声扬旗，这个是最基本的，就是正规的团集会里面一定会有吼声，那吼声一定就是吼声开始，吼声结束啦，就是团集会一定是这样，就是正规的团集会一定是这样，好，就是会有吼声，然后在前面跟后面。那以往我们在讲团集会设计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动静穿插。那其实动静穿插这件事情为什么是重要的？因为小狼一开始来，他绝对是情绪的部分应该都是兴奋的，是属于精力旺盛。也就是说呢，一开始他来的时候呢，我个人会比较希望而且我个人的习惯如果是正规的团集会，我一开始的活动一定是一个可以让他们可以稍微疏解一下这个精力的活动。那也有可能是来，那也有可能会是唱跳，在这边有，而且是那种需要比较动很多的唱跳，也就是说让他们能够在这个部分可以消耗一下那样的精力，好，这个很重要。那一方面也可以借由这样的东西，然后进行所谓的热身，也就是说，因为这群孩子可能2个礼拜见一次，那一开始一定很不熟。就很像我们买新衣服了嘛，新衣服不是都会比较硬吗？尤其是那种弄纸的衣服，就是会比较硬。那可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借由这种活动的部分，好让这个比较尴尬的场合或比较不热络、比较冷的场合，可以让大家稍微熟络一点。所以通常我的习惯一开始的部分，一定是一个游戏或甚至于一个唱跳。让他们情绪能够尽速的进入那个团集会该有的情绪里面。那通常来讲，这种游戏或者是这种活动会消耗他们一些的精力，啊，有的可能会消耗的多一点。好，那当消耗多一点的时候，通常来讲，你进行下一个活动的时候，你通常能够安排一个他可以喘息的活动。所以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原则叫做一动一静，一动一静。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你在设计的原则上，一定就是一动一静，一动一静，用这样的方式，让他可以快乐的活动，然后中间有适时的休息。好，那如果你设计的好，其实中间不需要刻意的，就是我们这段时间休息5分钟，其实不用。对，那当然他们如果需要喝水、需要上厕所，就让他们去，那个都没关系。但是不需要，一般来讲，幼童军团集会，以幼童军来说的话，如果你的活动设计的好，其实休息这件事情，当他们在做某些活动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休息了。
对，所以其实不太需要去额外做这件事。那接下来的话，通常我第二个活动，我就会做一个比较近一点的活动。那这个地方就是通常是讲故事，对，通常都是讲故事。那故事的话，其实我在讲故事的时候已经讲过那些原则，我就不浪费时间讲那些原则了。但是讲故事的时候，我以我的例子，我上次在讲故事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我有提过说，我们团在执行丛林奇谈的时候是有一个方法在执行的。好，那我现在就趁这个机会讲一下我们在执行丛林奇谈这件事，我们团是怎么执行讲丛林奇谈故事的方式。因为每一年都会有进来的小，那我们会把丛林奇谈上下2本，然后拆成4年或3年。那因为像你们有的团是可能小狼3年多，可能就可以升童军。那我们的话，因为还是按照学校团的那种规划方式，可能就是3年级、4年级、5年级、6年级的方式去做规划。我们团因为可能还是比较传统，因为毕竟我是学校的老师嘛，我还是会比较习惯用所谓的年级来去区分那个小狼的部分。好，那所以我在设计团集会的时候，我会以4年当做一个循环。那既然是4年一个循环，我会把丛林奇谈拆成4年来讲。好，也就是说，上集的话，我就是用前2年把它讲；下集的话，我就用后2年把它讲。那你就会变成一个比较有趣的情况，就是像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说，比如说107年入团这一堆人，好，可能就是已经算是报集后面的人，他可能就是已经听到下集的后面。假设，那刚入团的呢，可能就是假设1100年入团的，他可能就是从头开始。你需要多久的时间？那中间的每一年都有10点半进度，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讲丛林奇谈的时候，就会有4位服务员讲，就会有4个服务员，然后会在4个角度。我们就说，哎，今年入团的来去找谁？你可以直接找爸爸拿。去年入团的用完了之后，那个今年入团的去找谁？不要跟爸爸讲哦，我跟爸爸讲过20分钟。只要开始讲丛林奇谈的故事，我们就会分成4个角落，然后基本上，这一群人就是固定听一定的故事流程，所以就不会有那种就是被分配到讲丛林奇谈，然后台下一堆人在听，然后有人就听过了，然后你又讲一次，然后永远就是会有永远你就是会有一群人听过你说这个。那如果你知道这样子把它分开的话，那就可以避免掉这种尴尬。也就是说，孩子来听丛林奇谈，这我没听过，因为我听的永远是最新的。当然，我们知道有些孩子他会迫不及待的去把丛林奇谈的书拿来看，就是他甚至于可能你在讲第2次的时候，他说我已经看完上集了。好，那也没关系，因为就像回到我之前说故事的重点，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前面讲故事，会比他看书来的有趣。对，这一点你一定要相信。而且，既然他有看过一些东西，你还可以借由他，然后来跟其他的人做一个互动，因为他看过，他会知道那个流程。他会很喜欢跟你一起，然后跟你的互动，跟你一起互动。OK，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还 OK 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小狼已经看过了，这其实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在团集会设计的时候，所以我们就会有同一个时间会有4个阶段的人会去听这个故事，这是我们团在设计丛林奇谈故事的一个小小的方法。那故事讲完之后呢，就会让他们再动一下。这个地方有可能是放唱跳，也有可能是放游戏，原则上就是让他们可以去做这个部分。那接下来的进程训练进程训练通常我们的时间会排的稍微久一点，因为这个进程训练的这一块才会是整个常规团集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为什么？因为它是整个幼童军进程学习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你会发现，整个团集会里面，其实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个才是你今天设计这个团集会里面让孩子们学习的这一块才是今天的主题。但是问题是你也知道嘛，幼童军活动必须要以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好，所以前面是引子，然后真正的重点在这里。
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会吃那个健素糖，对，健素糖其实不好吃，但是问题是外面包上糖衣之后，哎，大家都觉得还不错啊，甜甜的还行啊。对对对，那其实我们在团集会设计就有一点这种味道。前面呢，让他们听听故事，然后玩玩游戏，唱唱歌，然后把它包在里面。对，那包完之后呢，最后呢，再用一个唱跳或游戏呢把它包完，然后最后再做一个吼声，然后让这个团集会结束。好，那这个就是等我一下，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常规的团集会，就一般常规的流程。然后这个也蛮符合我们每次在集训或募训的时候实施的那个样态。对，但是你要去思考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你的每一次团集会都是这样子，然后都没有任何的变化，其实有时候小狼有时候在操作的时候，他也是会觉得腻啊，也就是说啊，每次都这样啊，反正游戏完就游戏完就讲故事啊，故事完就唱跳啊，唱跳完之后又晋升啊，晋升完之后再玩一个游戏啊，反正每次都这样啊，没什么特别的啊。OK，好，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设计会出现。好，那接下来的话讲到的就是所谓的特别团体会。那特别团体会，我相信很多伙伴其实大概都有操作过。那特别团体会它的形式上呢，不像所谓一般的常规团集会，常规团集会它比较有固定的格式。好，那特别团集会的话，它的形式上呢会更自由一点，就是它可以做一些比较有趣的结合，像节日的结合也好，或者是主题性的结合也好，甚或于就是所谓的技能章的部分，也可以做相对的结合。好，那我这边大概再分享一下，就是我这边有一些设计的一些例子。好，等我一下。那其实我这边就是特别团结会的设计，其实有很多啦。那我只是举其中的2种。那一种的话就是跟节日结合的部分。那我这边有设计一个就是跟圣诞节结合的部分。那当然就是所有的内容就是照着圣诞节的部分，然后开始做设计。然后中间的话，故事的部分就是可能介绍，哎，圣诞节的由来啊，为什么会有圣诞老公公啊，就这个部分。然后中间里面会有游戏啊，会有手工艺这样子。好，那原则上就是也是一样，你看尽可能的设计就是动静穿插，动静穿插，然后让孩子们就是不断的，就像孩子们在海上坐船一样，会有阶级主跟高高低。好，也就是说，让孩子的一些部分会觉得这个团集会的设计是有多变性，然后他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会跟感受。好，那这个是节日的一个设计。那还有的设计呢是所谓的就是跟所谓的技能幼童军的技能章的部分，好做设计的部分。好像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好就是游泳团集会。好，那游泳团集会的话，原则上就是所谓都在游泳池里面。好，准备活动啊，救生课程啊，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呢，让孩子可以学习到一些水上一些自救的一些技术，然后可以就是也可以玩一些水上的一些活动。那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借由这个部分来做技能上的考验。OK，好，也就是这个活动呢，除了孩子可以在这个游泳技能章里面，在游泳的团体会里面，他可以学习到一些救生的技巧，然后还有一些游戏之外呢，然后也可以趁机，然后来做所谓的技能章的一个考验。好，这也算是一鱼很多吃的一个设计。好，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技能章团集会的部分。好，那技能章团集会的部分，那我不知道各团他们在对于技能章团集会在实施的方式是怎样。好，这个部分我是不晓得。但是就是以我们团的在实施的方式的话，我们会用一次的技能章，用一次的团集会来处理技能章这件事。那我们会有一个技能章的考核，就那一次的团集会就叫技能章团集会。那我们就会订定相关的规定，就是比如说
领养级的小狼，你大概可以考什么样子的技能章，有多少数量？那狼级的大概可以考多少的数量，什么样的项目？就像你现在看到的这样，好，就是给他们一个框架。那之所以要给他们框架的一个概念，因为这个其实也不是我发明的啦，因为之前我也是有参考那个台北市一些发展的比较好的团，啊，他们在处理这个技能章的部分，他们也是用这样子一个团集会的一个方式。那这个的部分也是参考他们的一个办法，我觉得还不错。所以就后来我们团就是行之有年，基本上技能章的部分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处理。好，就是你什么样的级数的呃什么样进程的小狼，然后你可以去考什么样子的技能章。那如果你已经到暴级的话，基本上就是随便你要怎么考都可以，26颗随便考。但是其他级数的小狼就必须会有一些限制。那它的限制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不要让它有偏食的习惯，也就是说呢，我们尽量让它每一类都平均的去考，就是让它有点半强迫式的。我说可以啊，你要考可以啊，每一类的数量几乎尽可能都要一致，也就是有点半强迫式的，请他去体验，或者你想要拿这个技能章可以，那你就想办法，好啊，不能都你体育很厉害，你都一直在弄健身类，然后其他都不管。对啊，就会让它比较偏食，会做一些限制或规定。好，那技能章团结会原则上，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就会用有一些规定什么，然后事前会告诉他们我们什么时候要考哪些，然后让他们报名说 OK，那你们就是事先报名，你们要报哪些项目，那我们这边会做统计，然后统计完之后，如果说当天有些项目没有人考。那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说，好，那既然这些项目没有人考，那这些项目我们可能就不开。那当天可能就是只有哪些项目，原则上就是会开放他们有一个报名的时间，然后我们做完统计之后，然后考试，然后我们会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哪一种技能章需要通过的标准是什么，然后他们必须要带什么东西来考。那你就会发现很好玩的地方就是，他们就是考试的当天呢，就很像有点像是一个那个跳蚤市场一样。对，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好，等我一下哦。好，所以好，有看到吗？有看到吗？有有看到哦。有看到照片，好，有看到哦。好，那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考验，然后他们就会到关主前面，然后关主就会开始考验他们。好，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然后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站。然后他们就是像比如说你要考那个就是有一些就是收集的，他们你就会看到他们会带一大堆东西然后来这边，甚至于那个考宠物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把他们家小动物带来，就是会有这种比较有趣的这种画面。对，好，那考书法的可能就是当场就是要写给大家看这样子。对对对，然后考绘画的，就是考那个绘画技能章的，可能就是当场要画4个漫画这样子。然后这是体适能的团体会，有体适能的，好，对，还有这应该是体操啦，因为他要跳那个跳箱，对，好，这是民俗体育的那种，好，原则上大概就是这样，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团体会，对，好好，大概分享大概就是团体会的部分哈，大概就是很多很多种设计，那有的时候会结合技能章，刚刚已经讲了，就是游泳。那我们团内之前还有实施过那种自行车的，自行车的。那其实这种所谓技能章的部分，你可以用这种考验的方式去处理。那你也可以就是团体会的设计的部分，你今天的主题就是某一项的团体会的那个，你今天的团体会这就是某一项技能章的团体会。那完成了之后，你就是有参加这一次的团集会的，那有完成就是这次团集会应该规定完成的东西的，然后就可以得到技能章。
所以其实团集会这种所谓的特别团集会，它的弹性其实非常的大，而且这种特别的团集会也不受限说一定要有吼声这件事，因为它都已经是特别团集会了，也就是说吼声这件事情是可做可不做的。那通常我就是不太会去做，就是如果说我今天是设计特别团集会，我可能就不会再叫他们去做吼声，我可能就会尽量的让他们就是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特别团集会的主题。对，所以这个特别团集会的设计，它的弹性会比一般常规的团集会来得更大。那再来的话，可能就是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哎，那这个团集会设计，我要设计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那建议各位啦，就是如果说是幼童军的团集会设计来说的话，建议各位就是以4年一个循环来做设计。那这样的设计有个好处就是，你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比较辛苦，因为你必须要去编排团集会的一些内容，你必须要把幼童军的进程要融在这4年里面，或者是说，如果像有的团可能3年或3年多，可能小狼就会变成童军，也就是说，你可能要努力的把这所有幼童军的进程，在这3年或3年多的团集会，然后让小狼全部都能够，不要说体验，就是可以让小狼可以在这段时间内可以得到学习。就是我之前有听过一个前辈有提醒我，就是幼童军的进程这件事情，啊，它其实是服务员的责任。我这句话其实一直都放在心上。他说，其实呃幼呃你在从事幼童军团集会的时候，那进程这件事情，然后我那个电池也没电。对，他没有完成，基本上你是有责任的。对，也就是这个责任有的时候是在于，就是你有没有确实的把所有的进程可执行的，因为进程里面有一些是在家要执行，那不是在家执行，就是在团集会里面执行的，你有没有确实的把你的进程活动放在你的团集会里面，好让他有机会可以去学习。所以我在设计团集会的时候，我都一直把这件事情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至少我们设计出来的团集会是有符合一个幼童军参加团集会里面他必须要学习到的东西这件事情上，我们有制造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机会，然后让他可以去学习。那经由这样子学习出来的幼童军，好，就会比较符合我们幼童军进程规范的一个准则，好，而不是说我们每次幼童军，然后我们这次打算要带他们去哪里玩，就是脑袋里面想的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要想一些不同的东西让孩子开心，可是当你不断的每一次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似乎已经偏离了就是所谓我们在带幼童军的时候的一些很重要的原则跟观念，已经偏离掉了这个方向。就是我们在设计任何活动之前呢，我们就必须要把所谓的进程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我们根据幼童军的进程，然后我们去发展我们的团集会。我觉得这样会是一个比较你的团集会的品质会比较稳定，因为永远就是扣着这些东西。好，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想象力去包装这些进程，对，但是不能偏离，不能把它丢在旁边。好，那好，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4年去做，或者3年多做一个循环的好处，有一个好处，就是3年多以后，我可以不用再设计新的了。其实也不是，也就是说，我们在 run 的过程之中，就是至少我们3年多的架构，也就是这3年多之后，这批小狼会升上童军，然后会有一批新的小狼会进来。对，那这群小狼就会重新，就是每一年其实都有新的小狼会进来。那你3年一轮的话，他们不会学习到重复的东西。如果按照刚刚的团队会设计是这样子的话，你把丛林奇团的故事分成3年多讲，你把幼童军的进程确实的分在3年多的每一次的幼童军团体会里面，你每一年进来的小狼，甚至于你这3年多的歌曲上跳，你每一次团集会的歌曲上跳，你设计了3年多，那你在设计的过程中，原则上尽量不要重复。
那是不是这3年多学完之后，他不管哪一年进来，他都不会学到重复的东西？所以当你的设计是所谓的3年多一个循环，或者是4年一个循环的时候，那你就会知道说，哎，我已经玩过什么游戏了。比如说我从第1年开始，第2年、第3年、第4年，我就会知道我这4年总共玩了多少游戏。对，那你4年多如果再从头再玩，小狼也不会觉得说啊这玩过，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没玩过，对他来讲永远都是新的。但是对你来说，其实他已经在循环了。对，那有些时候我们会比较受限于，就是我们有时候在想游戏的时候，稍稍之间不知道玩什么啊，这个也玩过，那个也玩过。可是如果你的课程设计循环，你3年多4年这样设计一个循环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对你来说是玩过的，但是对孩子们来说，它就是新的。对 ，OK， 好，那设计，我们在做团集会设计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不要以为你设计的东西开始 run 的时候都是完美的，因为要弄清楚你的蓝图画好了，执行的人能够执行到什么程度，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有些时候是蓝图画的很美好，就很像以前我在当总务主任的时候，为什么我会用设计规划这个名词？就是因为我以前在当总务主任的时候，常常会办工程，然后每次工程的时候一定会要有一个设计规划，就是那个建筑师会来做设计，然后他们每次在讲那个设计的时候，都讲得天花乱坠，就哇这个怎么样，我要设计成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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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然后你看到那个图，你看到也是有一个美好的想象，哇这个设计的好棒。可是每次做出来就是那个很奇怪的东西又做出来，看起来好像都有符合，但就是做起来就是怪怪的。好，那个是执行面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你可以借由执行，然后可以发现，你的设计哪边有问题。那有的时候可能是这个游戏本身有问题，那有的时候是你的时间设计有问题，对。那有的时候可能是这个故事有问题。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实施这个课程的人可能有一些状况，也就是说，执行团集会其实是在执行这张蓝图，就是它是一个测试，就是测试你这个团集会的执行可执行的情况到底如何，哦，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很好执行，还是说你的这个设计是有问题的？对，那借由执行团集会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你的设计里面哪些东西有 bug。好，如果当你发现有 bug 的时候，那你下次的时候，就是可能尽量避免掉这样子的问题。那当你在设计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设计这个游戏，发现这个游戏幼童军玩不起来，那你就要知道说 ，OK，那当你3年多一循环的时候，这个游戏就要换掉，因为它不适合。就是你发现，这个游戏不适合幼童军玩，那你可以这个时候就是换一个游戏进来。也就是说，你的团集会看起来是3年多一个循环或4年一个循环，是没错，看起来是这样没有错。但是呢，也可以借由在执行的过程之中，可以做一些修正。对，那这种修正的话，会比你重新再设计新的容易得多。也就是说呢，你如果是懂得，就是我辛苦一次，就是我一次设计3年多的幼童军整个的团体会，我一次4年的团体会，我辛苦一次，那后面我只要做真真简简的工具就可以。对，那你也可以做一些调整，比如说，这个4年前的今天。先玩游戏，我说好，那不要，我先唱跳。就你也可以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些调整跟反转。比如说4年前这边是常规的团集会，我说 OK， 那我不要，刚好今天刚好有搭到双十节啊，今天我就直接先来这个双十节的这个团集会。你也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前后的一个调整。对，那其实团集会设计看起来硬邦邦，那看起来很无趣。但其实它是一个充满着想象或充满着一些有趣思考的一个活动。那你团聚会设计的好，那你距离所谓的孩子们能够快乐参加团集会的这件事就会越靠近。那距离所谓的
达到所谓的教育目标这件事情也会越靠近，因为你的方向是正确的，因为你有按照正确的方向前进。所以团体会设计这件事情看起来烧脑，但是如果烧得好，原则上你整个的团体会走真的情况就会比较小。当然，我们不敢说每一次的团体会设计都是完美，但是如果你有按照所谓的团体会设计的原理原则来去执行的话，原则上都不会差太远，都不会差太远。那今天的话，我发现我这样讲好像也讲很久了。反正今天的话是这样子啦，原则上，这个题目，看起来比较硬，但是我衷心希望，就是我们身为幼童军服务员，那当我们要带领孩子，幼童军的孩子走向一个正确方向的时候，一个正确的团集会设计，好，一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不仅方向正确之外，可以让孩子好能够在正确的设计里面享受到乐趣，然后得到学习，那孩子们也能够符合幼童军的这种设计的原理原则，然后朝向进程的方向不断的成长迈进。对，那这其实不是硬邦邦的事，这其实是一件快乐的事，因为当你看到孩子往你设计的路上不断前进的时候，那个内心的满足感基本上是非常大的。你可以看到孩子的改变。好，那身为幼童军服务员的我们，那就算你以前不是老师也没关系。这种东西原则上，慢慢的学习，经由慢慢的学习，经由不断的改进，一定会不断的进步跟精进。所以，同样一份团集会设计，为什么老师写起来这么容易？因为他常常写，因为我们常常在教学，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东西应该要怎样。那很多所谓的家长服务员，那他们对这个部分不是那么的不是那么的擅长，其实也真的也没关系，就试着去完成它。你可以借由前面的设计，然后来不要说想象，也就是借由前面的设计，然后让自己也可以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流程，然后慢慢的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带入你的团集会，自己也来设计个1次2次。就像我们团，因为前一阵子参加了我的幕章训练，然后他们大概有7位的伙伴，然后他们有些伙伴就很有趣，就是说，那我们也来设计一个，那个万圣节的特别团集会。我就心里面想说，因为第2次本来我们没有特别团集会，你要设计哦，好啊，那你来设计一个，然后他们就真的生了一个出来。那我也就让他们去执行这样的东西，然后上个礼拜是，对啊，那过程中当然还是会有一些比较不是很顺畅的地方吧，但至少整体起来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很努力在做这件事情。那孩子给他们的回馈其实还蛮正向的，那孩子也会说，这次团聚会好好玩哦，哇，万圣节团聚会，对，他们也是觉得好玩的，那也是有学到一些东西的。那我个人觉得，其实完不完美这件事情，其实真心不重要，然后重要的是说，你很努力的让孩子能够在幼童军运动之中得到学习、得到成长，那你也在这个运动中得到学习、得到成长。那我想这个才是我们参与幼童军活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目的。除了孩子之外，我们也可以学习成长。那今天借由这个题目呢，然后来大家彼此的来这样的切磋，然后彼此的互相的学习，然后让自己团的团体会能够越来越好。以上是我今天的一点点分享，谢谢大家。今天又完成了这一场讲座哈，就是非常精彩的，就是把团集会里头该怎么样设计的一些相关的细节呢、心法呢，都传授给大家了。那我们大家先来一个合影哦。那待会就是合影完了之后，还有想要加入、想要继续请教的、想要更清楚的，我们可以留下来跟亚兰团长请教。好，各位不要问我社区大露营要玩什么，谢谢。好哦，都在了吗？来看一下哦 ，OK， 好，那我这边我要拍照啦，都在哦。OK， 3、2、1，哦，
好，那我这边好，再给我一下哦。哎呦3、2、1，好，太好了，那我们谢谢各位喽。感谢观赏贝学院讲座，请帮忙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